11月5号上午，主题为“新时代共享未来”的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信中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本届进博会有哪些全球首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出席进博会的外国领导人对中国市场有哪些特别期待？来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上海前方发回的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信中指出，2018年以来，进博会成功举办5届，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发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平台功能，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谋发展。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希望进博会加快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功能，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充分发挥推动高水平放的平台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更好提供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服务，助力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让合作共赢惠及世界。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中国真诚希望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开放的大舞台上相向而行，相互成就。我们将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实施全国版和自贸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支持外贸业态模式创新，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未来5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额有望累计达到17万亿美元，持续为世界创造巨大的市场红利。李强表示，中国愿与各国加强创新合作，推动科技同经济深度融合，加强创新成果共享，努力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将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的创新网络，深化数字经济领域改革，促进数字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本届进博会共迎来154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来宾，吸引超过1400家参展商和近41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企业展展览面积创新高，达36.7万平方米。展的世界500强行业龙头企业数达289家，包括创新型中小企业等，数量均为历届之最。全球15大整车品牌、10大工业电器企业、10大医疗器械企业、3大矿业巨头、4大粮商、5大船运公司等齐聚一堂。国家综合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展示各方开放合作意愿。本届进博会共有69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亮相国家展，覆盖5大洲，涵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共有6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参展国中既有多次参展的老朋友，也有11个首次参加国家展的新面孔，还有34个国家为首次线下参展。洪都拉斯、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南非、越南等5国担任主宾国，中国馆规模也创下历届之最。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过去5届进博会呢，已经通过实实在在的表现了，给各国政府和各国企业呢带来了非常实实在在的商机。他们对于进博会越来越积极的参与，越来越高的期待，其实体现出进博会呢本身作为一个中国对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它本身具有十足的含金量。进博会它之所以能够越办越好，还是说明呢，全世界整个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认可，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呢，也是充满信心。深圳卫视注意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的嘉宾还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哈萨克斯坦总理斯麦洛夫、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古巴总理马雷罗、伊朗第1副总统穆赫贝尔、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及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今年参加开幕式的人数几乎翻倍，达1500人，出席的跨国公司全球总裁也明增加。
作为首位致辞的外国领导人，阿尔巴尼斯说：“这是我第7次访问中国，但这是我第1次以澳大利亚总理的身份来到中国。”他表示，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为澳中关系注入活力。And we know that constructive economic engagement between countries helps to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helps to build understanding, both of common interests and whe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that is why the government that I lead will continue to work constructively with China.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businesses represented here at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building even stronger ties between our nations. You've already shown us what is possible. 谢谢。开幕式后，阿尔巴尼斯还来到食品与农产品展区，同澳大利亚参展商交流。澳方的展柜上可以看到蜂蜜、红酒、海鲜、橄榄油等特色产品。澳大利亚不少企业都把进博会产品全球首发的平台，如澳车企 Regent 将首展其最新、最先进的房车。本届进博会共设置了6大展区，智能装备、医疗器械、食品及农产品等多种展品将进行全球首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而深圳交易团累计注册企业及机构计1800家，人员计3500人。I'm from South Africa, near George in the Southern Cape. This is my first that I'm attending, and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We bring honeybush tea. It's a tea that only grows in South Africa. It's indigenous and been used by the indigenous people for many years. We're very excited, and for the next couple of 6 days, so we're going to be there. Come to hold the South African booth. 此外，本届有超过300家香港企业参展，创历届之最。其中，由香港贸发局组织的60家企业分别设有香港食品馆和香港服贸馆2大展区。5号下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探访了港企展台，并品尝特色奶茶。他在巡馆后对媒体表示，进博会充分展示了国家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决心。香港除了能帮助国家与世界接轨，更是超级增值人。在国家的发展大局下，一项同时扮演参与者和促成者的角色，善用两制的优势，对国家引进基金、企业走向世界，都发挥独特的作用。李家超还与商务部长王文涛共同出席第6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香港通道连接全球分论坛。王文涛在论坛上表示，商务部会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对接“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打造成“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在中美多领域各层级的交往逐渐热络之际，美国今年也首次以官方名义派遣最强代表团来华参加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其中包括美国农业部率领的10几家参展商，这也是美国官方首次参展进博会，也是美国政府首次正式鼓励美国农业领域相关机构参与进博会。现场情况如何？各行业协会、企业有哪些全新体会和感悟？来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上海进博会现场发回的报道。今年的进博会，美国也首次派出高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十分罕见。我在现场注意到，美国此次率团参会非常聚焦农业交流。现场可以看到，美国大豆协会等多类型的行业协会带着各自的核心产品参展。此外，美国的生物医药、半导体等领域的企业也现身上海进博会。外界也期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可以在沟通与合作中为世界创造更多的机遇。中美脱不了钩，也不能脱钩。上海美国商会与美国农业部在本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设立美国食品与农业，17家展商展示包括肉类、巴旦木、奶酪、葡萄酒、保健品在内的多品类优质农产品。上海美国商会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参展上海进博会，扩大美国对华出口，加强2国商贸往来。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张小平深圳卫视表示，美国大豆产业开展对华贸易已有41年，但从2018年起经历了诸多波折。如今，随着中美各渠道沟通恢复，相信未来中美经贸领域还有更多的合作空间。今年呢，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贸易关系啊，方方面面的关系的回暖，所以有更多的我们的会员企业愿意参加到我们这样一个展台。
据路透社报道，1周前，中国粮食买家在美国艾奥瓦州与美方签署协议，购买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其中大部分是大豆，这也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深圳卫视注意到，除了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美国谷物委员会和美国小麦协会等11个行业团体都参与了今年的上海进博会。香港南华早报纸，尽管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起了贸易战，但农业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一大亮点。中美在2020年初签署第1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农产品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农业部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表示，2022财年对华农产品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364亿美元，并指中国有望连续第3年成为美国农产品的主要目的地。将那些高科技含量重的经济相关产业，逐渐的在与中方进行一个所谓的去风险或者脱钩的操作。但是呢，在科技含量低的其他的一些产业，其中就包括农业方面，则加强了跟中方之间的交流对华经济政策布局越来越清晰。这的确能够反映出来美对华既竞争又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特点。美国财长耶伦在2号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再次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As I'v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to decouple from China. A full separation of our economies or an approach in which countries, including those in the Indo-Pacific, are forced to take sides would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global repercussions. 美媒注意到，耶伦此次讲话正值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在美国旧金山登场之际。当前，中美正就2国元首在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展开一系列密集沟通。但耶伦在讲话中再次提到所谓维护美国国家安全。First, we're secur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advancing human rights. These are areas where we do not compromise. But when we take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s using economic tools, we do so in narrowly targeted ways, such as with President Biden's executive order on outbound investments aimed at accomplishing national security goals and not choking off growth in China. Second, we're seeking a healthy economic relationship that benefits both sides. Third, we're working to collaborate on the global challenges of our time, from climate change to debt distres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外界认为，这或是美方提前向外传递在未来可能的会谈中所持的基本立场。耶伦在推动或者是阐述中美经济关系的时候，没有摆脱美国那样的一种将经济人权化、将经济安全化的旧思维，强调竞争这个主题，很明显的跟中美之间利益的这种普及性和深刻性是有些脱离的。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在通往旧金山的道路上正在全方位迈进。10月26号至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访美，并与美方进行总时长近15个小时互动。期间，双方商定近日分举行中美海洋事务磋商、中美军控和防扩散磋商、中美外交政策磋商、中美残疾人事务协调会，并探讨签署残事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此访结束后第4天，11月1号。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苗德宇同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艾哈迈德就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中美外交政策磋商，双方围绕国际地区形势、各自内外政策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3号，中美在北京举行了首轮海洋事务磋商，由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同美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员兰默克共同主持。美国务院发的消息稿强调，这次会议是在最近的高层外交之后进行的，双方重申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此外，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号透露，中美将于6号在华盛顿展开军控和防扩散磋商。华尔街日报此前爆料，会议预计由美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马洛利·斯托尔特和中国外交军控司司长孙晓波主持。而在不久前，美国刚刚发表的最新版中国军力报告突出渲染中国的核武库扩充，外界预计中美将就此展开激烈讨论。管控好双方的摩擦，
才能够使得彼此关系的发展总体而言会顺畅一些，也会使得双方在处理一些涉及到区域和全球议题方面能够更好的协调和团结国际社会一道前行。中方多次强调，通往旧金山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不能靠自动驾驶。今年的 APEC 会议将于本月12号至18号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距离会议正式启动还有1周的时间。目前，中方尚未透露更多相关消息。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日韩合作的前景也备受外界关注。近日，深圳卫视记者专访了来华参加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黄载浩。他认为，今年中美关系已有所缓和。而在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青岛出席2023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更让他感到中国或愿意与韩国改善关系。他希望在年底或明年会看到中韩关系改善。他同时指出，近期地区安全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多，更显沟通对话的重要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对东南亚2国访问。5号，他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举行会晤，涉及贸易与投资、教育、国防、环境与能源安全、资讯与通讯等领域的双边关系进展。在前一站菲律宾，岸田的重点则在于加强防务安保合作。日本搅动区域安全局势的做法引发担忧。与此同时，日本深知与中国保持良好沟通的重要性。据日本媒体报道，此行针对涉华议题，岸田的表态相对克制。他表示，必须与中国维持建设性稳定的关系，日方有意与中方密切沟通，推进包括领导人会谈在内的对话。日韩媒体也注意到，中日韩3国政府已就本月26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3国外长会进行了最后阶段的沟通。3년 영수 중단되던 한중일 정상회담의 그 재개가 최근 모두 당사국의 관심이 주점이 되고 있습니다. 그中美,中韩그리고 한중일 그 정상회의가 그 연내에 개최될 수 있을까요? 그 정상회의가 재개되면 그 한중일 국가 간의 협력의 틀 안에서 그 국가 공동의 이익에 부합하는 논의 가능한 의제는 무엇이라고 생각하십니까? 경제 이슈를 많이 다룹니다. 협력을 많이 얘기를 합니다. 한중일 3국의 주요 관심은 역시 경제 협력이고 FTA를 또 더 격상하는 이런 것들이 있기 때문에 또 민간 교류를 강화하는 이런 것들을 많이 다룰 것이기 때문에 시간의 문제이지 개최의 가능성은 여전히 높다라고 봅니다. 중간에 특별히 북한의 뭐 핵실험이나 미사일 발사나 이 영내에 그 안보적인 이슈가 다시 대두하지 않으면은 열릴 가능성이 많다고 생각합니다. 黄载浩现任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院长、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日前，黄载浩来华出席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黄载浩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自2006年第1届北京香山论坛，他就一直参与。对于论坛的逐步升级壮大，他都看在眼里。他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此次论坛在质和量上2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양쪽으로 한다면은 일단 참여하는 국가 대표단 수가 많아졌고 또 지배 랭크도 상당히 더 높아졌고 그리고 주제도 다루는 주제도 처음에는 군사 교류 쪽으로 시작하다가 지금 AI나 인공지능이나 이런 새로운 그 신군사 기술 분야에서의 이런 것까지도 다 다루는 거를 보면은 이제 종합적이고 전면적인 그런 그 포럼으로 발전했다라고 느끼고 또 질적으로도 향산 포럼은 좀 특별한 그 성격이 있어요. 예를 들면은 저는 이제 샹그릴라 그 포럼에도 자주 가는데 근데 이제 샹글라 같은 경우는 서방 국가들의 위주고 그래서 아마 여기에 오는 많은 발전 중 국가들이 개발도상 국가들이 서방의 포럼에 가게 되면 사실 발언권이 별로 없는데 샹산 포럼은 적어도 이런 그 목소리를 좀 내기 힘든 국가들에게 기회를 주고 이런 거에 있어서 상당히 큰 역할을 한다고 나는 봅니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东地区展开斡旋。
在3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会谈结束后，布林肯4号前往约旦首都安曼，与多位阿拉伯国家外长举行会晤。而在会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阿拉伯盟友公然展现了与美国的分歧立场，呼吁美方说服以色列立即停火。但布林肯称，现阶段立即停火只会让哈马斯重新集结，再次攻击以色列。但他也重申，美国支持局部人道主义停火，确保加沙地带民获得更多援助。布林肯4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与约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等国外长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巴以冲突局势展开协调沟通。会后，布林肯与约旦外长萨法迪和埃及外长舒克里举行联合记者会。萨法迪率先表达了阿拉伯国家希望立即停火的坚定立场。The whole region is sinking in a sea of hatred that will define generations to come.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deserve to live in peace, with dignity, with security and freedom. The priority now is to ending this war, to saving innocent lives, to preventing further destruction, to restoring hope, and to stopping the very dangerous dehumanization. 埃及外长舒克里则强调，国际社会的责任始终是停止敌对行动，而不是让暴力持续下去。他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战争法，并再次呼吁加沙地带必须立即无条件停火。但布林肯却对此表示反对，称眼下立即停火只会再次给哈马斯可乘之机。It's our view that a ceasefire now would simply leave Hamas in place, able to regroup and repeat what it did on October 7th. No one would find that tolerable. 布林肯强调，拜登政府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承诺仍坚定不移。同时，他也提到，以色列务必采取所有可能措施，减少加沙平民的伤亡。4号当天，布林肯还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后者强调，需要实现加沙地带停火止战，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加沙，以及相关人道主义工作顺利开展。布林肯则重申了美国愿与地区伙伴携手确保地区持久和平的立场，并表示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另据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公布的照片，布林肯5号突访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进行了会晤。据悉，双方会谈不到1个小时，会后也没有发表任何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布林肯同阿巴斯探讨了需立即停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极端暴力事件。这是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最高外交官首次访问约旦河西岸。目前，布林肯已经启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土耳其。And this visit significant because,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is a political rival of Hamas. They don't have any real political power at this point, but Antony Blinken making the point that that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could play a role in the future of Gaza. So, a lot of complicated political realities here tha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s dealing with. 本周早些时候，布林肯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最合理的做法是让一个有效的、焕发活力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加沙进行治理，并最终负责加沙的安全。报道称，这是拜登政府首次公开宣布希望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重返加沙地带。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方面则表示，除非有一个将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地区统一，并重启与以色列和平进程的外交倡议，否则他们对重返加沙没有兴趣。这一想法在拜登政府中得到支持，但在现任以色列政府中则应者寥寥。就在布林肯在中东斡旋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4号对实现巴以人道主义停火取得的进展表示了确认。Mr. President, any progress on humanitarian pause? Yes. 美媒称，拜登此举似乎暗示美方已说服以色列同意人道主义停火，但并未透露更多细节。布林肯3号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时强调，人道主义停火对于保护平民、获得援助和让外国人撤离至关重要。对此，内塔尼亚胡态度依然强硬，称若未纳入释放人质条件，拒绝任何暂时停火。近日，加拿大渥太华号护卫舰先后2架次不明意图的舰载直升机逼近中国西沙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进行应对处置。中国国防部要求加方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防止出现海空意外事件。实际上，对于美国与加拿大在中国周边一系列挑衅滋事，中国都采取了合理、合法、专业规范的应对。在3号举行的首轮中美海洋事务磋商中，
中方还对美国加大地区军事部署，针对中方频繁开展抵近侦察、怂恿支持南海当事国侵权挑衅等表达严重关切。加拿大海军日前声称，10月29号，加拿大海军渥太华号护卫舰的一架舰载直升机在南海被解放军战机发射照明弹所谓危险拦截，行动极为鲁莽。加方称，遭到拦截的是 CH-148风暴大型反潜直升机，当时这架机正在距离西沙群岛37公里的位置执行反潜任务，追踪一艘解放军的潜艇。拦截这架直升机的，则是一架中国海军的歼11 BHG 战斗机。加方飞行员声称，中方战斗机最近时距离加方直升机只有30米，并且在直升机前方突然近距离发射了照明弹。公开显示，歼11 BHG 战机是歼11的最新改进型，是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主力多用途战机，拥有空对空和空对地作战能力，包括敌方战机、舰船和地面目标。今年8月23号，央视国防军事频道《国防军事早报》节目中就报道了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紧跟实战、紧贴岛礁环境开展跨昼夜训练、空战、超低空飞行、夜间仪表等多科目。执行相关演练的就是歼11 BHG 战机，而该战机当时起降的是西沙群岛永兴岛上的机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4号就加拿大舰载直升机挑衅答记者问，透露更多细节。张小刚表示，近日加拿大渥太华号护卫舰先后2架似不明意图的舰载直升机逼近中国西沙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识别查证，多次喊话警告，但加方直升机不仅拒不回应，还采取超低空飞行等挑衅动作。事后通过媒体大肆渲染炒作，对中方进行指责抹黑。加方此举违反中国国内法及有关国际法，危害中方主权安全，是别有用心的恶意挑衅行径。张小刚强调，中方有关应对处置行动专业规范，我们敦促加方不要罔顾事实，停止渲染炒作，严格约束海空兵力行动，防止出现海空意外事件。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加拿大直升机在南海立场起降，包括逼近西沙领空，目标是2个。第一呢，试探，如果通过直升机低空突防，那么中国军队能否做出及时高效的反应？这是想得到的结论。但是结果让加拿大很失望，中国军队的反应非常神速，而且各种处置也非常及时。另外就是向美国表示忠诚，但是在中国周边各种恶意的挑衅行动，势必遭到严厉的回报。所以在向美方表示忠诚的同时，加拿大必然要付出惨重损失。实际上，仅在10月份，加拿大军机就曾到中国沿海侦察滋扰，遭中方军机拦截。加拿大军方官员10月16号称，一架加拿大 CP-140极光侦察机在中国附近国际空域执行任务时，遭中方军机拦截。根据加方人员说法，一架解放军战机飞到了距离加拿大侦察机不到5米的地方。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18号回应表示，近日加拿大空军一架 CP-140型机多次侵入中国赤尾屿领空，并抵近我华沿海，进入台湾海峡侦察滋扰。中国空军依据中国法律和有关国际规则，对其实施查证识别、跟踪监视、警告驱离等管控措施，处置行动完全合理合法、专业规范。吴谦还警告加拿大严控一线部队行动，立即停止任何挑衅行为，切实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加拿大近期一直跟随美国跑到中国周边滋事挑衅。前述的加拿大渥太华号护卫舰本月1号就随美海军佩拉尔塔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这是自今年6月以来美加军舰第3次联合穿越台湾海峡。加方不仅不反思其在中国海域的挑衅行为，还倒打一耙。加拿大广播公司9月7号报道称，渥太华号护卫舰此前与中国海军舰艇发生至少3次遭遇，其中9月6号下午，一艘中国海军052D 型驱逐舰在东海紧随加拿大军舰，并向加拿大军舰喊话，双方距离约1公里左右。报道还炒作称，加拿大方面遭到了激光照射，中方船只还放出了无人机。报道甚至提到，一架中国战机高速接近渥太华号，并在距其32公里处转向离开。
有分析认为，加拿大跟随美军在亚太地区进行挑衅，甘心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打手，明显意图是以此向美国表忠心，巩固美加防务关系，同时增强赴海外执行军事任务的能力，借此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但是，由于受自身实力及国际制约因素影响，这种行为仅具有象征性质，难以产生实际效果。加拿大军舰伴随美国闯台海闹南海，而且反潜直升机在南海异常起降，对中国岛礁包括各种训练活动构成严重影响。明明是加拿大和美国抵近中国周边，威胁中国核心利益，对中国正常的军事能力进行干扰。那么现在呢是倒打一耙，说中国不安全，中国不专业。实际上，中国在不同方向所提供的这种安全保护，包括各种侦察监视能力，完全符合国际法。所以无论是发射照明弹，包括其他的驱离，包括拦截动作都非常规范。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海军近日频频活跃于南海。里根号航母于10月26号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美国海军第7舰队本月4号又发表新闻稿声称，美海军导弹驱逐舰杜威号在南沙群岛附近展开航行自由行动。行动结束后，杜威号继续在南海区域开展行动。美军印太司令部10月26号还发布视频和声明，宣称一架解放军歼11战机于2天前在南海上空抵近一架美国空军 B-52轰炸机，以不安全且不专业的方式飞行，最近时距美轰炸机仅约3米。我想告诉你的是，美国军机不远万里到中国家门口炫耀武力，是造成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也不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中国国防部在10月例行记者会上还发布了此前中美军机相遇时中方视角影像。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当时提醒美方：“你若不来，我能拦你。”我就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要高度关注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中美舰机近距离接触的地点，均是在中国周边的海空域，它不是在墨西哥湾，也不是在美国西海岸，它是美方跑到中国的家门口来挑衅滋事。11月3号，首轮中美海洋事务磋商在北京举行。在此次磋商中，中方对美国加大地区军事部署，针对中方频繁开展抵近侦察、怂恿支持南海当事国侵权挑衅等表达严重关切，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介入地区国家海上争议，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目前在中国周边通过不同角色的演练行动，把更多的国家纳入到美国印太战略之中。而且每个国家，无论是飞机、舰艇，在参加各种演练行动中，一定要当众诉苦、公开诉苦，也说明呢，在中国周边，美国的恶意抵近，包括美国盟国的恶意抵近，是所有问题的原因之所在。所以，中国军队理所应当的要做出正常反应。如果消除此类声音，消除此类行动，唯一的办法是远离中国。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加拿大军方就其舰载直升机南海遭解放军歼11战机拦截恶人先告状，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强力驳斥原加直升机逼近中国西沙领空搞恶意挑衅的真相。那您对此怎么看？加方挑衅为何让舰载直升机上阵呢？这就要提到加拿大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渥太华号，该舰最近2个月一直在中国周边晃悠，并不时对中方进行挑衅。光是随同美国海军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的事，渥太华号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做了2次。而此次在西沙进行挑衅的事情，就是渥太华号第2次随同美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的前3天。由此也可以看出呢，加拿大军方对中方进行挑衅的频率在不断增加。渥太华号在西沙方向进行挑衅，之所以派出的是舰载直升机而不是军舰本身，是因为该舰9月份在东海数次挑衅中方，均以失败告终啊。于是呢，在加拿大军方看来呢，军舰的目标太大，而且航速太慢，进行挑衅呢会使解放军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反应，进而实施有效拦截。于是呢，这次就想换个方式。渥太华号作为一艘以反潜为主的护卫舰，
设置有机库和飞行甲板，搭载有一架 CH-148旋风舰载直升机，实际上就是美制 S-92多功能直升机嘛。加拿大军方认为啊，舰载直升机的速度远大于水面舰艇，而且目标小，从母舰上放出去进行挑衅，解放军可来不及反应。但是加拿大军方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的反应呢依然十分迅速，舰载直升机的挑衅呢还是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之前拦截晚间强闯南海空域的美军 B-52轰炸机也是解放军歼11战机，那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何成为解放军拦截利器呢？首先，歼11战机的总体性能出色，其加速性、最大航速在世界同类战斗机里都是佼佼者。这也就意味着歼11在接到命令后能够迅速赶到任务区域实施拦截。其次，歼11战斗机属于重型战斗机，航程很大，能够执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在拦截时，对方想通过和歼11耗时间，使歼11燃油消耗殆尽而被迫返航的企图就没有得逞的可能。第三，歼11的机体尺寸大，雷达尺寸也因而较大，探测能力更强，再加上歼11还有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所以在空中搜索、跟踪、识别目标的能力很强，很适合执行拦截任务啊。第四，歼11的气动设计优异啊，是具备良好的空中机动性，因而能够满足拦截各类飞行器的需求，特别是在拦截直升机时，充分体现了歼11的低速性能出色的优势啊。要知道，直升机巡航速度通常只有每小时200多公里啊，如果战斗机的低速性能不好，导致拦截时双方的速度差过大，就可能导致拦截时丢失目标啊，至少拦截时呢会比较吃力啊。而歼11战斗机呢，不管是拦截高速机还是拦截低速直升机或无人机，以及此前的美军 B-52轰炸机都不存在问题啊。第五，歼11作为重型战斗机，火控系统先进，挂载能力强，能够有效应对各类空中突发情况。第六呢，歼11服役多年，技术成熟，表现稳定可靠，飞行员对该机了如指掌，因而呢能够充分发挥其性能。加拿大军方今年以来明显加大了在中国周边海空域活动与挑衅的力度。那您觉得加方为何这么撺呢？加拿大军方这么做是加拿大政府近年来对华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众所周知，加拿大在战略和外交上为美国马首是瞻，而美国的对华战略呢是进行所谓的大国竞争，实际上就是对华进行战略遏制嘛。在此情况下呢，加拿大紧紧追随美国，对华态度越来越强硬。2022年11月，加拿大政府公布了其所谓的印太战略，在言辞上比美国更露骨和咄咄逼人啊，大篇幅将中国描述成地区秩序所谓的破坏者，认为中国的整体崛起对于印太局势而言是所谓的巨大的威胁，带来相当大的不稳定。可见加拿大政府是在用西方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霸权主义世界观来对待中国，其所谓的印太战略充斥着浓浓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而在加拿大政府的印太战略出台之后，加拿大军方呢就根据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开始显著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军力部署和行动。渥太华号呢常驻日本，并高频率在东亚海域游弋，就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啊。积极配合美军，加大对华遏制力度啊。此外，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一样，试图通过在印太地区运用军事力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啊。